一个人，我们的穆家家主可也来了，只不过差点死在你们手上，至今还没好全。否则，他今日定会亲自前来讨个说法。只是误会罢了。哼，我们现在来聊聊正事吧。正事？唐尊使还真是开门见山啊。唐灵皇去哪里了？苏家主也如我一般的开门见山。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唐灵皇去了哪里？我确实不能告诉你，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他不会再出现。整个唐门之中，只有我有资格和你谈判。你？当然。好，我呢，谁和我谈判都行，只要能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尊使能给我们什么呢？魏远，既是谈判，也要显示我们暗河的诚意。你先下去把今日这份宴席的账结了。今日这顿，就算我们暗河请尊使。好。当今的苏家家主，竟然要负责去结账。毕竟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来了竞争，我们来此是为了结盟的，不是为了和他们打架。蜘蛛女怎么没来？雨墨不是家主，来此是为了别的事情，不必在意。别的事情？暗河好像对锦城很感兴趣啊。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很多，比如我们的家人。你说的家人，可是他？我说的是一个完好无损的他。什么是完好无损？你不怕死啊？哼！暗河的毒花，触之即死，可她如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。不知道这样的人，还有没有资格成为大家长的家人？你去掉了雪梅身上的毒。所以这样，还算是完好无损吗？不管你做了什么，既然他现在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你便不能再随意碰他。暗河大家长竟是这般重情重义之人，这可与我的情报不符啊！哼。你的情报上是怎么说的？有没有对我外貌上的评价？比如，帅气中带着一点痞气，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。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行事以利为先，不通人情，不讲道义，是个极为凶恶残酷之人。说得不错。可如今看来，你通人情，讲道义。哼，暗河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，面具之下才是真心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呢。大家长还真是有趣的人，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没有苏家主长得好看。你有毒啊！我当然有毒，我乃唐门内房长史，是唐门最有毒的人。既然大家长见到你的家人了，那么我们的事，大家长，
先好好休着，我来为你做主。可谈，说吧。苏家主还没有回来，这种事不需要和他一起谈吗？有我在，就不需要他多说话，因为我们的想法总是一样，始终如此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听闻苏家主和穆雪薇是旧识，如今毒花就在此处，他却先行离去，这可是哪里都不对。他可能是觉得这里的饭菜不合胃口，去找些清淡的了吧？这锦城当中哪里有清淡的菜啊？或许唐门有吧？他去唐门做什么？你们来此处是来和我们谈判，若此时你们去了唐门，那么我们之间就没必要谈了。我们很重视这次谈判吗？现在雪薇也回来了，那谈判可就不存在了。你们情报上不也说了，我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我可从来没说我会信守承诺。大家长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我们想要走出那条阴暗的河，可看你们唐门如今的情形，就像是另一条河。我去地牢看看那小子啊！你们在这守着，有异动立刻唤我，啊！小心点啊！是唐天禄。若打起来，必然会引来所有唐门弟子，得想个办法引他们离开。这个，便交给我吧，我顺带去把唐莲院那个小徒弟救出来，并且，他还要唤我们雨墨一声师娘呢。小心啊！你们看好这里。碎影珠。宇哥，想必这便是那边月天蚕所致。怎么才能救下他？用火纹珠试试。这，可笑啊！冰月天蚕乃是天下奇物，就凭你的火纹珠，还想解开唐莲月身上的冰寒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！啊！炎魔掌，早知道多带几个人过来。这里是锦城，在锦城和唐门作对，大家长，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人多吗？胜者为王，人多便能胜过我吗？苏家主确实是一个不断能给人惊喜的人。这暗器上有剧毒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已经太晚了。废话真多，也让你体会一下不得言行的痛苦。不晚不晚，我来的还是很及时的。神医，哲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我那药王小失职的求救，他也被困在了唐门之中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让我瞧瞧你的脉象如何。
这毒是雪薇姑娘身上的。莫非她出事了？她之前被丫带走了。果然如此，我那被逐出师门的小师侄心术不正，却是绝顶聪明。一个几近完美的毒人落在他手上，确实能将他体内的毒取出来，用在其他用途之上。这毒不好解，你先服下药丸压制，等离开此地，我再为你解毒。爷爷，两位叔公，来了，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商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是暗河3家之姓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我与昌河皆是无名者出身，身上并未流着3族的血脉。暗河3家已经被你们这些外族人掌控了，难怪你们会闯到这里，要与我们影宗作对。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是。哼，可这万卷楼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武功秘籍，只是藏着那天下的隐秘之事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既然藏着天下隐秘，自然也包括暗河的隐秘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剑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，荣幸之极。蛇叔，影宗的人全部退走了。应该是发现他们的老家挨我们端了。既然真子的话，这场戏就没得必要演了。王爷这个列国剑法着实厉害啊！苏哲先生的天魔16舞更是凶险，我也很多年没有这么痛快的打上一架了。那这场戏就演了这个嘛，但这场争夺的最终结果
还是要看天启城里面那2个兄弟了。嘿嘿，哎，王爷，要不要抽一口啊？苏先生客气了。嘿嘿，那就吃颗话梅嘛。哟，没得了，刚才的一箭全部打碎半个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画眉配燕，四脚朝天。哎，那是妄言，明明是法力无边呐！阿弥陀佛。就算你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研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研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。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就打回去；别人要杀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一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研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子哲，你为何而活呀？为穆家之荣耀而活。我穆子哲要兴盛穆家，让穆家成为3家之首。好。那慈灵，你呢？
又走神了啊！司令，那你为何而活呀？那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了。穆家是由一个个穆家子弟组成的，每一个穆家子弟若是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存在，那么自然穆家兴盛，自然穆家能够统领3家。若我能成为暗河最强，那么穆家自然便是暗河最强。风危险，坠落命运的碎屑，雨危险，沾湿年少的心结，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几句里努力一生追远，心底的积雪覆盖的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写过难挨的寒夜，无药可救。竹难眠，两少天涯的纠结。当年师傅问的那番话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穆子哲临死之前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能知道是哪番话？因为那个曹老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意义，暗河没有意义，穆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呀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抓住他们！看来他们比我们想的来得更快，那我们就帮助宇哥，把他们留在这里。走。我们要不进去吧？还是等待昌河信号吧。他说，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会传令我们进去。他们就是笨，何必进去刀刀见血呢？你的牵出阵，再配合上我研制的奇毒，对付这帮淫宗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小神医这是着急了？难道你不着急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他们兄弟2人联手，就从来没有输过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呀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既然如此，
只有我们3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长河，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这便是所谓的美丽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3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四，小四，小四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四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
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，在这儿等我。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哦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他们带个话。看起来我应该是来晚了。罢了，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但这李寒一他，就交给雷轰吧。还有劳如剑仙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好。寒一，不要追了，寒一。你们败了。前辈，请莫着急。你又是谁？晚辈唐门唐泽，这次随老太爷前来赴宴，我有个交易，想与前辈讨论。交易？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做交易？不知这满厅宾客的性命，可否算作资格？你什么意思？晚辈不才，可解这暗河的毒药。如果我偏就不呢？你信不信？你连自己的死都没有察觉到，你身上的药就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可如果我有的不是解药，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呢？或者说，其中有一些是解药，有一些是毒药呢？若你们一瓶一瓶、一粒一粒的去查，恐怕人也早该死去一半了。此次的事情跟唐门并没有关系。暗河潜入英雄宴，下毒谋害天下英雄，而唐门及雷家堡几位高手并未中毒，最终击退了暗河杀手。唐老太爷战死于此。厚颜无耻！确实厚颜无耻。好，前辈明智。但是，这笔账，雷门一定会找唐门算，世世代代，死亦不休。唐泽记下了。大剑今日竟有空闲到老道这里做客，真是难得呀。国师啊，有10几年未出天启城一步了吧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国师亲自去啊？一个故人的约定罢了。对了，国师啊，我听闻5日前陛下回都之后，曾来过青天剑一趟。而在这之前，金衣兰月侯就出城而去了。哦，大剑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未免铺垫的过多了。好，那景轩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陛下突然宣布要立储君，按照北离律例，这皇位传承会分成2个卷轴，一个给5大剑明达圣意，另外一份要给青天剑名传天道。只有2份卷轴上的名字一致，这储君之位啊才会承认。可景轩并未收到那份卷轴，这心里不安呐，所以才冒昧求问国师。不知国师可曾收到那份卷轴啊？不曾。那可曾问过国师？问过。那国师可否给出自己的答案？我说过，天道只是一个可能性。
老道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圣上。白可定国，赤可开疆。龙祸在野，天下难安。国师只说了这16个字，这真是国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日散朝之后，共有13位大臣前去拜会青天剑，可是都被国师拒之门外了。哎，只有锦轩大剑前去的时候，国师见了他。龙贤，你说一下，这16个字，你如何理解？前8个字很好理解，白王萧崇是守国之君，大概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做事冷静。赤王您是开疆之君，说明勇武可嘉，以后对阵男爵，需要您这样可做帅才的皇帝。可这后8个字又是变数，有了这后8个字，好像前面8个字都白说了。不仅前面8个字，其实这16个字都是白说。这16个字不像是一句建议，从国师口中说出，更像是一句箴言。定什么国，开什么疆。真龙只有一条，天子只有一位。得胜者立于高台，其余的匍匐于台下，血流成河。一代又一代，一朝又一朝，星辰日夜变换，朝代交替更迭。唯独这件事，亘古未变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有人吗？别叫了，再叫伤口就裂开了。师叔，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用业火镜？没死都算走运了。师叔，雷家堡这次……放心吧，雷家堡内的弟子都没有什么大碍，毒也都解了。看似这么惨烈的一场英雄宴，也就只死了2个人。虎爷和唐门老太爷，足以让整个江湖都震动的2个人。此事之后，江湖的格局就要变了。都怪我就应该早点来。别太伤心了，他这么多年一直受寒毒所扰，如今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对了，我姐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他的消息传来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去了能有什么用？可是他现在很危险。就交给你师傅吧。你要是好些了，可以去看看你那位朋友，他的情况有些不妙。萧瑟，怎么样了？如剑仙和吴心在帮萧瑟一同运气疗伤，已经进去有些时候了。前辈，萧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萧瑟隐脉本来就受损，此番强行运功已经伤及到根本。我们2人用尽了全力，也只能暂时压住他的伤势。最多再能撑1、2日。那谁能救他？你师父齐天辰可以，但是他已经回到天启城了。
药王辛百草也可以，可是他的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辛百草的徒弟行不行？你父亲？不是，剑心冢里还有个徒弟，剑心冢离这里不远。我可以让师叔仙鹤传书，半日可到。怕是来不及，我再尽力一试。来得及，我们还有3日完。3日完？玄剑仙下山一事，为何没有传到雪月城？唐莲求救雪月城的信，又为何现在才到？莫急莫急，至少这几个孩子已经平安无事了。韩义那边也有雷轰去追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如何不急？玄剑仙身死，雪月剑仙被逼疯，雷门遭围剿，唐老太爷和雷仙武全都死了，而我雪月城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，还是靠着雷云鹤的仙鹤传书。我雪月城朱影号称江湖情报组织第一，难道是吃干饭的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听他细说。说，近几日，所有派去大探消息回来的朱影，全都被拦截了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被杀了，好像是有人故意要封锁雪月城的消息。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封住雪月城？最少有上百高手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调动这么多高手？不行，我得去寻他们。不可，已经有2位城主不在了，你若再去，无双城那边怕有异动。暗河偷袭了英雄宴，萧公子为保天下英雄，强行运功，如今身受重伤，随时有性命危险。司空姑娘已经给萧公子喂了3日丸，还请华景姑娘速前往雷家堡。什么？他服了3日丸？怎么了？那3日丸可以激起一个人所有的生命力，所以无论受了多重的伤，都可续命3日。但3日之后若还是治不好的话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了。那你就更应该速前去了。这样，你骑我的紫流驹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雷无杰，你过来喝口水吧。不用。你也在这守了1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的身子也没比萧瑟好多少。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是在关心我？看来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反正死不了。你说话可真有意思。那个若依姑娘，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在这儿呢。明天一大早，你跟千乐来替我就好了。好。哎。雷无杰，前辈，你还记得当时在雪月城我送你什么礼物了吗？记得，晚来雪。那你看了吗？没看。难怪你和女生谈话还是这般声色稚嫩。我谢轩送人东西啊，从来都是对症下药的。你不要以为《晚来雪》这本书在街面随处可以买到而轻视它。但是它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哼，不开窍，不开窍啊！啊？难道我真的该去看看？你们说这暗河多年来，也就是暗中做一些取财杀人的勾当，可怎么就敢偷袭这英雄宴呢？难不成要与这天下英雄为敌？这一次啊，就是冲着雪月城和雷家堡还有唐门来的。我们啊，都是被无辜牵连的。啊，军爷，军爷，这是。
想必诸位是从雷家堡回来的吧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。没什么好问的。大胆，你可知我们将军是何人？退下，莫与北离军作对。参见大将军，都给我跪下！参见大将军。阁主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问一问几个问题。大将军但问无妨，陆臣必定知无不言。坐。此次暗河偷袭英雄宴，伤亡如何？雷家堡雷千虎与唐门唐老太爷均已战死，不过却保全了现场其余人的性命。至于暗河，死伤未知，现场并未留下尸首。雪月城此次派出了许多年轻的弟子，他们赴宴来晚，正好赶上大战。不过陆臣并未见到他们。为何？据说他们当时在此战中都身受重伤，还有几个昏迷了过去，此刻正在雷家堡中接受救治。不过陆臣也只是听人传言，并未亲眼所见。好个暗河！若我闺女真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踏遍整个北离，我都要杀光他们！乖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前面还有几十里就是雷家堡了。乖。他跑不动了，再跑就要累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那么着急去雷家堡做什么？我要去雷家堡救治病人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客官，您的马。你把你的马给我，卖给我好不好？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我给你银子。等我到了雷家堡，我再差人把马给你送回来，行吗？不用那么复杂，我们一起去便是了。小二，哎，照顾好这位姑娘的马。得嘞。雷兄弟，雷兄弟，都天亮了，我没睡，我就刚刚才睡着的。雷无极，知道你累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师兄，无极师兄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雷家堡都围起来了。官兵？吾等见重雷家堡，不愿冒犯，但若雷门门主再不外出迎接，就休怪吾等无礼了。想闯我雷家堡，得先过得了我这关再说。这位小友受了伤，却还如此英勇。你谁啊？问得好，我的名字都写在我背后的这把刀上。小友，你手上的这柄剑，应该是天下第4名剑——心剑。哼，亏你还认识。怎么，是不是怕了？你手上用着新月姐姐的剑，但这憨劲儿倒是和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怎么会认识我父母？哎，何止认识？来，让我试试你的剑法，看看你小子有没有你父母当年的风采。他受了重伤还未好，若是由你来试他的剑法，怕是会要了他的命。太长了。叶将军这么大架势，怕是要拆了我雷家堡。师叔，他是谁啊？
他是你阿爹最好的兄弟，如今的北离中军大将军叶孝英。人屠叶孝英。